大家好，我係貓哥嗱。首先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啦，因為其實咧呢部車我一直都想開嘅，但係奈何咧我揾咗啲朋友咧睇下有冇方法借到部 Pico 版本嘅400R 嘅版本啦，咁但係都借唔到啊最尾咁，但係我都唔等啦，算啦，我都決定去拍啦。咁啊，拍呢一部 Inno 64嘅400R 啦。咁大家咧第一句劈頭一定會問我嘅就係話，喂，佢同 IG 有咩分別啊？又或者佢各樣嘅細節有啲咩唔同啊？咁今集咧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啦。咁啊，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開啦。喺1997年咧 Lismos 咧就計劃生產100部嘅 GTR 400R 啦，咁但係咧喺1998年嘅時候咧，整個生產周期結束嘅時候咧，都只係生產咗44部啦。咁雖然只係有咁少啦，咁但係佢喺整個 GTR 嘅系列入面咧，都可以以 completable car 嘅一個方法去正式發售啦，即係一個完整嘅一個成品去發售啦。咁大家咧如果仲記得當時咧日本汽車工業咧都有一個君子協定嘅，咁啊所有嘅車咧都唔可以超過300匹啦。咁但係之後點解咧日產喺嗰時候可以突破呢一個規限咧？原因好簡單，因為當時咧唔係用日產自己個名去出嘅，而係用佢哋嘅改裝部門 Lismos 咧去做一個出品啦。咁所以咧就可以走到呢一個灰色嘅位置，亦都可以突破呢一個300匹啦，令到大家見到呢一部400R 啦。咁正所謂400匹就係400R 咁解啦。咁嗱，其實咧亦都講咗少少啦。呢一部車咧原先嘅前身嘅設計咧，其實係源自於呢個日產嘅 GTR LM 啦。咁啊喺 Le Mans 嘅耐力賽入面咧嘅組別入面咧，佢係好努力去戰鬥啦。咁當時嘅一個戰鬥組別嘅怪物咧係有法拉利在場嘅，咁但係咧佢亦都攞到優異嘅成績啦。咁亦都咁講啦，喺性能方面咧，亦都用上咗經典嘅 RB26DETT 嘅引擎啦，改成翻 RBX 嘅 GT2，咁啊加大咗加大個活塞啦，以及各樣嘢啦，亦都做一個強化嘅 turbo 啦，由0.6加到1.1啦，就可以產生出400匹嘅馬力啦。咁啊非常之好嘅一部車，整體個平衡性入面都好特別嘅。咁好啦，我哋睇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可能已經大家睇到成部車啦，咁其實好多 fans 咧都會覺得咧呢一款車咧係幫 GTR 嘅 R33做一個復活啦，因為本身呢一部車咧比起上一代嘅戰鬥格嘅感覺咧，加上佢整個家族嘅血統入面咧，佢變得更加圓潤啦，比較冇咁靚仔啦，冇咁有競技 feel 啦，咁啊。呢一部車係幫佢復活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咁睇啦，一開始嘅時候咧 GTR 嘅呢一個代號咧，其實佢哋嘅產品號叫做 BNR 嘅，去到 R33嘅時候其實叫做 BCNR 嘅，多咗個 C 咧，其實係代表住 comfort 咁嘅意思，即係佢又想有競技得嚟，當時日產想打造一部與競技同埋舒適性同埋有一個各樣優勢，用上咗上一代嘅優越嘅性能，再配上今代嘅一啲空氣動力學嘅嘢。令到佢成為咗下一代嘅車啦，咁但係好多忠實嘅 fans 咧就會覺得佢係一個格式敗品，因為始終佢又唔係靚仔咧，又大部好多咧，又笨重啦，各樣嘢啦，更加咧當年喺 Best Motoring 入面咧出現咗一個造假嘅數據，叫做廣報車事件啊！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網揾一揾就揾到噶啦，令到整體嘅產量都係跌咗唔少㗎，咁其後咧亦都出咗呢部400R 嘅款咧，先至將翻整體嘅銷量帶翻起啦，咁更加成為咗而家大家追捧嘅一個稀有嘅品種啦，因為產量少、價錢貴就係咁簡單。嗱咁其實咧今次香港車仔展咧就用上咗喺噴塗上面咧就用上咗一隻特別嘅 Midnight Purple 2嘅色啦，咁我自己就咁睇啦，你哋一定會問我，喂，開頭做呢款車感覺係點咧？我自己拎上手啦，嗱，一定嘅。但係咧，我自己手塗咧，即係手噴啊，喺個層次感嘅豐富度或者漸變色嘅效果咧，當然係一定係好好多啦。咁但係咧，工序非常之繁複啦。咁你話喂，賣到咁嘅價錢，即
即係如果你話我要做到嗰個價，咁大家又接唔接受呢？係咪先？咁啊，而家以商品嚟講呢嘅成品嘅，大家見到呢一個效果已經非常非常之好㗎啦。我自己覺得即係百幾蚊做到咁樣嘅質素，同埋呢佢呢陣光釉呢，其實都係 Inno64佢哋過往嘅作品裏邊呢，即係佢哋嘅光釉表達呢都係非常之靚，即係厚薄適中啦，令到整體嘅效果會好好多。咁啊，另外值得一提嘅呢，就係因為其實之前係出過其他顏色啦，例如一啲銀色、黃色嘅版本啦，就比較即係我哋叫厚身少少啦，令到整體線條模糊，但係嚟到咧金屬色嘅效果上面咧，佢薄翻咧，整體效果就再靚好多啦。咁咧，我又會由頭講到落尾呢一款車啦。咁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啦。好啦，嚟到車頭嘅部分啦，第一時間咧，大家會着重翻喺車頭頭泵把嘅部分啦。嗱，呢兩個窿咧，我講解少少先啦。一邊咧，其實係直接將冷風咧吹入去引擎嘅位置啦，另一邊就係整體嘅引擎艙嘅冷卻嘅，咁所以兩個功能係有唔同啦。咁當時呢一個設計非常之特別啦。第二點咧就係車牌兩邊嘅少少位置，呢度咧就用咗印刷嘅，咁但係咧如果之後呢啲位置咧又做翻個深度或者係一個刻畫咧，成個感覺就會靚仔好多啦。嗱，整體個噴塗上面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喺嗰個髮色上面咧我咁睇啦，算係好好噶啦。咁啊嗱，車頭燈嘅部分啦，亦都有做到黑線嘅，呢個亦都值得一讚嘅。即係比起其他牌子咧，呢啲位置有細心度啦。咁但係其實咧另一點咧，基於其實之前咧大家有買過佢黃色或者藍色嘅版本都比較厚身少少啦啲油。咁但係咧嚟到今次呢隻金屬色咧，大家會見到咧係從反光位置係清晰可見咧，除咗呢一個散熱嘅呢個咁特別嘅設計，凸起嘅位置咧，亦都從陰影嘅部分係自然嘅，反光位置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佢係非常之順㗎啦。咁啊最主要咩咧？佢凸起咗呢兩條嘅若隱若現嘅車身黑線咧，呢一度亦都可以睇得非常清楚啦。咁啊非常之唔錯嘅。咁啊嗱，去到沙板嘅部分啦，呢一度亦都有做到一個散熱嘅效果，大家睇到一個鐵絲網嘅部分咧，睇得非常清楚嘅。呢一度咧係直接將啲冷空氣咧帶入去個壁力，造成散熱嘅效果啦。咁啊嗱，第二點啦。咁啊，大家一定好罩忌嘅嘢就係呢個前沙板嘅呢個我哋叫做輪拱嘅眉啦，即係沙板位啦，我哋叫做特加厚咗嘅沙板咧。呢一個位置其實咧就刻意咗少少嘅，咁但係你話我日後即係希望佢哋做嘅時候咧，就比較上可以淺翻啲，就會靚好多咯。咁但係亦都咁講，呢浸油咧係直接幫到呢架車嘅形態係提升咗好多，因為佢夠薄，同埋佢浸光油咧本身佢哋嗰個水晶效果已經做得相當唔錯啦，咁變咗令到整體嘅效果都幾好嘅。咁啊至於呢隻 link 啦，亦都係 Lesmos 嘅 LMGT1 嘅 link 啦，咁但係你話有啲人就喂佢比較差啲喎，咁但係亦都咁講，商品嚟講咧佢算做得唔差噶啦，即係但係你話如果我自己 aftermarket 去做，咁但係當然仲有好多選擇啦，咁啊大家可以去試下玩啦。咁但係我自己咁睇，我會換隻細 size 少少嘅，成個感覺會再靚好多。咁大家咧，我想 keep 翻而家嘅形態都唔差嘅，係啦。咁大致就係咁啦。咁好啦，我哋講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其實咧車側咧整體嚟講咧，因為佢即係已經肥仔咗啦嘛，成個感覺再加埋條我哋叫做輪拱嘅眉咧，就更加之立體啦。咁啊，值得留意嘅有幾個部分嘅。第一點當然就係車窗嘅玻璃窗部分嘅。其實咧呢一個位置咧佢係做到修正嘅。大家睇下真車圖片咧，呢一個位置其實係一個純黑色嘅，而唔係碳纖嘅。咁呢一個位置有做到修正啦。咁啊呢度做得唔錯啦。第二點就係呢一個 400R 嘅招牌拉花啦。呢一點咧其實我自己咁睇啦，我好驚佢就係呢一個前面嘅車頭部分同埋呢一個車中嘅部分咧做得唔好喎，咁但係又唔會喎，非常之清楚啦，冇任何嘅俾一種咁間斷性嘅感覺咧，呢度係完全消失啦。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兩個車門嘅呢一條罅入面嘅一個我哋叫做貼幅度係好清晰嘅，唔會話好似斷咗層嗰種感覺咯。好啦，以及咧細節嘅位置就係沙板嘅呢個少少嘅車章啦，呢個 GT 章咧亦都係有做到啦。咁啊，最後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咁睇啦，其實 Inno 今次喺拿捏個車側嘅線條入面咧，其實佢係有少少我哋叫做
有兩睇啦。有啲人會中意覺得，喂，佢今次做得好立體，係嘅。有啲位置做得好立體，例如側裙嘅位置咧，哇！呢個位置真係西非利啊！我同你講，真係暫時我未見過一個牌子咧喺呢一個位置做得咁靚嘅，喺呢一個屈入去嘅呢一個乾淨利落嘅呢一個感覺。呢度係做到非常之足夠啦，咁但係咧後沙板呢一個位置咧就較為刻意少少嘅，令到咧有一種咧我望落去一眼嘅第一種視點感覺咧，我會先望咗兩個沙板位先咯。咁但係如果呢個位淺翻少少咧，成個感覺咧就會再靚好多啦。呢個位置真係屈機，我覺得佢做得好靚啊！呢個位置咁好啦，另一點咧嚟到後面嘅部分啦，亦都有精細還原 400R 嘅一個設計嘅。呢一隻尾翼咧，其實係當時特登去特製㗎啦。大家值得留意嘅部分係咩咧？就係呢個尾翼再向上翹少少嘅位置咧，大家從反光位置咧望得非常之清楚啦。呢一個位就係佢係翹得嚟咧，係帶有少少屈曲嘅，佢唔係就咁斜，即係好似咁樣向上嘅，即係好似70度角咁樣上，佢唔係嘅，佢係有個弧形嘅。呢度咧做得非常之充足啦，以及呢一啲碳纖嘅少少紋理咧，亦都有跟足做到嘅。整體嚟講相當唔錯㗎啦。咁好啦，我哋又睇下車尾嘅部分。好啦，我哋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嗱，咁其實第一時間咧，我唔會睇成個車尾嘅，我第一時間係睇條死氣口，因為其實咧 400R 嘅佢嗰條死氣口咧係經過特製嘅。大家如果留意嘅話咧，佢係微微地向下嘅，同翻真車係一樣。大家睇真車圖片就會知道，其實佢係應該向下少少翹嘅，即係向下嗰個弧度啦，佢做得非常之足夠啦。金屬貼紙亦都做得 OK 嘅。咁呢4盞尾燈咧，我自己咁睇啦。如果佢做得再通透度多少少咧，就靚好多咯。咁呢啲就可能希望日後佢有機會改善啦。咁但係咧，呢條喉咧係我睇得出佢哋係有喺嗰個細節上面係有細心度嘅。咁400R 嘅張啦，呢度亦都有做到啦。咁簡約啲嘅，其實尾部咧同原裝係一樣咁滯，只不過你話尾翼嘅位置有少少改變啦。咁後面嘅位置嘅後玻璃嘅塊線咧，亦都係有做到嘅。好啦，我哋打開內籠俾大家睇睇啦。好啦，嚟到內籠嘅部分啦，咁其實咧整體嘅內籠佈局咧都係用上咗純黑色嘅設計啦，大家睇下真車圖片就知㗎啦。其實基本上佢只係換咗全鏡皮嘅設計嘅啫。值得留意嘅Lismos 咧揾咗我唔記得咗 Brime 定 Recaro 啦去做咗呢一張賽車椅啦，咁亦都睇得出其實 Inno 不嬲喺內籠入面玩咧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咁非常之好嘅。呢兩個位置亦都有 logo 啦，咁日後如果我做，我會加翻條安全帶嘅。咁今日我就真係比較趕少少啊，咁冇做到啦。另外咧，亦都喺個儀表板上面咧，不嬲 Inno 咧喺做呢一方面咧，亦都做得足嘅呢啲位置，同埋整體嘅內籠嘅車帽刻畫線條上面咧，亦都做得相當唔錯嘅。大家會見到咧，可以見到啲冷氣位啦，一啲波棍位，甚至一啲手啲 handbrake 嘅位置咧，做得非常靚啦。我自己咁睇啦，仲有一樣嘢咩咧？就係軚盤嘅400R 嘅字咧，亦都有做到俾你㗎，用放大鏡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儀表板亦都有跟足係用咗一款，頭先我睇唔睇到先？睇到啦，見到啦，一個白色嘅儀表板嘅，咁呢啲亦都跟得足嘅。令到整體嘅內籠感咧，即係我覺得咁睇400R，其實佢着重嘅位置反而去翻，即係咧你見到佢後座呢個位置咧，其實真係可以坐人啦。咁所以點解整體嘅車身比例咧會長咗好多啦？亦都較為舒適一啲啦，整體嘅車身。咁但係有啲朋友話：喂，佢其實應該係戰鬥格咁，但係可能當時日產真係為咗想做一部攻守兼備一部車而去衍生出呢一個車款咯。咁所以大家亦都咁講啦，未必可能即係後尾而家大家話：哇 GT-R R35係改裝無限嘅機器啊！但係一出嘅時候又話佢好醜樣啊，話佢好唔靚。其實自己咁睇啦。一開始嘅時候我自己睇 GT-R R35咧，其實都唔係靚，即係我都覺得佢好醜樣咁，但係耐咗時間耐咗之後，我就覺得哇都幾襟睇啊！咁奈何 R33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好中意嘅其中一款，即係你話34、32啊，固之然 OK 啦，咁但係33其實都真係好好嘅。大家可以睇下咧，如果真車片咧，佢個圈速咧一定唔慢嘅，係啊，比起其他車款都唔會差得去邊咯。好啦，咁我哋合翻埋架車啦，咁我哋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
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我俾佢8.6分嘅。呢一部車咧，作為香港車仔展嘅特別版，當然要收藏之一啦。咁第二件事咧，今次呢一隻 Midnight Purple 咧個金屬粒子上面啦，以及一個顏色嘅漸變啊，亦都可以話喺商品級入面做得非常之好嘅一款車嚟㗎啦。咁啊，如果冇收藏呢一個系列嘅顏色嘅朋友咧，我強烈建議你哋可以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噴塗上面可以再去令到個漸變顏色再好多少少啦，亦都會唔錯啦。咁啊，亦都因為呢一隻色咧，令到呢一架車咧整體嘅線條咧還原翻應有嘅樣子啦，咁亦都令到佢各樣嘅細節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啦。咁大家咧已經睇晒成條片啦，嗱，自己都知道啦。睇完呢架車之後，自己知道，商品級嘅 Midnight Purple 去到邊，我自己嘅級數又去到邊呢？咁亦都成為咗一個好好嘅參考啦。咁日後我會，不過呢，我自己咁睇啦，我隻 Midnight Purple 咧其實可以再進化嘅。嗱，update 少少啦，我自己咧仲喺度改良緊呢一個新嘅配方，等大家可以即係嗰16位朋友仔咧，真係多謝你哋啦。咁啊，我會好努力咁去研發一個進階版本嘅 Midnight Purple，等大家可以睇得更加靚仔啦。係啦，大致就係咁啦。同埋咧，都多謝嘅，真係我未試過咧，收到第一個 super fans， 即係啦，佢哋嘅留言亦都好窩心啦，咁我都好開心啦。即係阿 Cancel 啦，因為我唔知佢真人係點，但係我睇到個留言名啦，咁多謝你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即係如果少少支持我，都可以希望俾個 super fans 俾我啦。咁啊，始終經營頻道咧都真係非常之困難嘅，咁但係我都努力咁樣去做唔同嘅開箱或者改裝俾大家睇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啦。咁啊，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係咩咧？就係俾留言啦，因為其實留言最主要會令到我嘅影片可以多啲人睇到啦。咁啊，係啦，大致就係咁啦。咁啊，最後都係要呼籲一下，訂閱我個頻道啦。大致就係咁啦。咁我哋下集見噶啦，拜拜。